今天我要公开只有1% 的行销人知道的 GEO 攻略，看完后能够让你不再感觉焦虑，反而会觉得这是更大的机会。多数企业现在都在担心自己辛苦建立的 Google 流量会被 AI 抢走，相信我，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实。这一集献给所有跟我一样花了无数心力经营内容，用自然流量打下现在的企业规模，却在2025的今天感受到自己的流量正一笔一笔的被瓜分，内心充满了焦虑跟不安的 SEO 经营者们。Hello, how can I help? 根据最新的数据研究显示，新闻网站类的流量骤减约26%，各大官网的流量骤降，因为用户们都转向于 AI 问 ChatGPT。譬如说 iPhone 17的亮点功能，哪边下单最便宜？如果你有提前布局你的内容，你可能会被 AI 推荐，而且还会附上你们的购买链接。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其实有一群超聪明的行销人，早就将行销策略转向到 ChatGPT 或是 Gemini 等等的 AI 工具上。根据 SEMrush 的一项最新研究， AI 搜寻带来的访客价值在转换率上面比传统的自然搜寻会高出4.4倍。换句话说，拿下 AI 的推荐位置，不仅仅能够帮你守住流量，还能够让你的获利与成交翻倍成长。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抓住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者。这就像是10年前的 SEO 市场，只要你愿意投入一点心力，你就能够获得难以想象的成果。看到这支影片的你，只要你能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的做，相信你就可以抢下先机。今天的影片我会告诉你 GEO 跟 SEO 到底有什么不同。Google 的流量真的会被 AI 抢走吗？还是这其实是新的蓝海，新的机会？你该在你的网站或是其他地方做什么事，才能够让 AI 的工具推荐你，占得先机？你想想，如果 AI 的回复没有提到你的公司，你就等于错过了可能成交的机会。过去的 SEO 竞争很单纯，基本上你只要搞定 Google 的搜寻引擎，投其所好，让他喜欢你，就可以获得排名。但现在不同了，用户不仅会在 Google 上面搜寻，他们也会直接问 ChatGPT、Gemini 这类的生成式的 AI 工具，或者是直接跑去 YouTube 找操作的教学影片找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新的名字 GEO。GEO 的全名叫 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 中文翻成生成式的引擎优化，意思就是针对这些 AI 的工具，你需要去做内容的优化，让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更容易的提到你，甚至推荐你。更重要的是呢 ，AI 推荐通常对于用户有很高的信任感，因为在对话当中，用户已经把需求说清楚，也得到想要的答案，最后只剩下决定要跟谁买。请跟着我的方法执行，可能在短短几天内，你的产品或服务就会出现在 AI 的推荐名单上。你不会像 SEO 经营那样需要苦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可以看到成效。我们回归到 SEO 的优化核心，其实就3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关键字的研究，第二个就是内容的撰写，第三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优化。Google 排名靠的是一套复杂的演算法，它会根据你的网站权威、内容品质、外部连结跟网站的健康度来决定谁能排在搜寻结果的最前面。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公司是如何每个月缔造10万的自然流量，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许之后我会再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做到的。而现在 AI 的时代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不再只是 SEO， 而是 GEO。SEO 的目标是争取点击，让更多人进到你的网站，而 GEO 的目标是提升你的品牌能见度。在 AI 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优先引用你的内容。简单来说， SEO 是获得流量， GEO 获得是你的品牌存在感。要理解这两者的差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抵达目的地的方法。SEO 就像是你自己开车，你需要先查地图，一路自己开，虽然过程很花时间，但是你可以精准的掌握你要到达的路线。而 GEO 就像是你搭高铁或是捷运，只要你输入你的目的地，你无法控制
它在中间要停靠哪里，但是你可以很快的抵达终点。在操作上 SEO 靠的是关键字，而 GEO 更强调的是口语化与情境式的提问。SEO 要优化的是整体网站的结构跟文章的内容，而 GEO 则注重段落与条列式，为的是让 AI 可以更容易的抓到重点且应用你的内容。当然，两者衡量成效的标准也非常的不同。SEO 我们看的是曝光、点击、自然流量。GEO 则看品牌的能见度，还有 AI 的应用率。所以 SEO 跟 GEO 并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补的关系。SEO 可以帮你累积网站的权威，确保搜寻的流量。GEO 则是你的新战场，它可以让你的品牌在 AI 的回答中被看见。当这两者结合，你既能掌握流量，也可以建立你的品牌存在感。那要怎么提升 AI 推荐你的几率呢？其实关键在于内容策略。我把它拆成几个方向，让你知道应该怎么样执行。第一步就是让你的网站更贴近受众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有人会问台湾最好的 HubSpot 代理商是谁？其实你的标题就要长得像这样的问句，然后内容清楚的解释为什么你是最佳选择，再放上你的真实的客户案例。你可以使用一招叫做选择你的理由系列，把你的每一个产品或服务都各写一篇，条列5到10个优势，像是你的价格透明、功能完整、你的案例见证，让 AI 跟用户都可以一看就懂的内容。第二个重点就是从服务的角度去写，比如说大家会在 AI 上面问市场上顶尖的 AI CRM 的平台推荐，你可以使用你的比较表，把你的3到5个主要竞争对手放在一起，功能价格直接评比，谁好谁弱一目了然。另外 FAQ 案例评论跟价格页也是不能少的部分。FAQ 可以帮 AI 抓到最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公司现在使用很多软体，都可以整合在 HubSpot 吗？如何串接你的 HubSpot API？ 像这样的内容可以帮助 AI 引用你的网站。网站外的资讯也是非常的重要。Google、Bing、LinkedIn 甚至各大的刊登企业服务的平台，你需要把商家资讯完整的填写。关于 About Us 叙述不要只写一行，品牌理念、主打的产品介绍、服务优势，其实你都可以加进去。最好可以多增加外部曝光的机会，像是发新闻稿、分享你的成功案例、公布你的获奖记录，这些媒体报道会让 AI 更常抓到你的品牌，且引用你的新闻稿。最后就是客户评论，像是 Google 的评论，或是像我们在 HubSpot 评论区邀请客户来评论我们，这些第三方的声音会比你自己说更有分量。现在大量的探索跟评估都不是在你的网站发生，而是在 AI 的工具里。今天高达60%的 Google 搜寻用户根本不会再点击任何的网站， AI 已经把大量的搜寻流量拦截掉了，所以能够进到网站里的人其实变少了。但是这些愿意真的进来到你的网站的人，其实已经被 AI 教育过了，他们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所以结论是，网站的访客虽然变少，但是成交率会比以前更高。买家真的进到你的网站，他们通常已经在 AI 那边做过功课，变得比以往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离购买决定又更进一步了。所以结论是，你需要专注在高意图的内容，这个是 AI 最喜欢引用的部分。那什么叫做高意图？就是用户已经在比较，快要做决定的阶段。换句话说，他们询问的问题通常都带着我准备下单的讯号。用行销漏斗来解释，就是在中层跟底层的2个阶段。在中层漏斗的用户通常会问 HubSpot 跟 Salesforce 的功能比较，或者是制造业导入 HubSpot 的常见问题。而底层的漏斗用户通常会问台湾 HubSpot 的收费比较，或者是哪一家 HubSpot 代理商提供串接 ERP 的服务。当你写好这些内容以后， AI 在回复问题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用你的内容。透过这些内容来到你的网站，通常就是准备要购买的那群潜在客户了。这就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数据， AI 搜寻带来的访客价值在转换率上比传统的自然搜寻会高出 4.4 倍。很多人会觉得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在经营 SEO， 其实没错。
步骤听起来很像，但最终的目标却完全的不同。SEO 是为了在 Google 上面得到排名，拿到点击跟吸引流量。GEO 则是为了让 AI 在回答问题时把你当成引用来源。究竟如何优化 GEO 让 AI 的工具愿意引用跟推荐你呢？做法很简单，第一步 AI 帮你生成初稿，你可以把 AI 想成你的内容助手。举例来说，今天我想要写 HubSpot CRM 跟 Salesforce 的比较，我就可以请 AI 帮我先生成一个大纲，甚至初稿。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花时间卡在我到底要写什么的焦虑。第二步，人工优化，你必须要补上你的专业的跟真实的一些经验。AI 的好处是快速产出给你的方向，但是它的内容常常是没有温度的，你需要加入真实的案例、数据跟客户的回馈，确保你的内容是有人性且极具信任感。第三步，你需要持续的追踪数据跟做策略的调整。虽然 AI 可以帮你想关键字，但目前最准确的方法还是用人工去检视，因为你最清楚你的客群他会怎么搜寻，他会问什么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对于你来说更具商业价值，哪些页面可以帮你带来流量，哪些长尾关键字对你来讲是有效的。根据这些数据，你需要随时去调整，让 AI 在帮你产出内容时可以更精准的符合使用者的语义搜寻跟情境。但你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整篇搬 AI 的原稿，不然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而且能感受到你的内容是没有灵魂的。第二，你的内容一定要是真实的，不然很容易被看出来是 AI 产出的。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是 GEO AI SEO 的偏方，有更快的捷径吗？答案是没有。GEO 的本质基本上还是 SEO 优化，你需要做好你的基本功，加上你的技巧，让 AI 更喜欢引用你的答案。所以经营方向要从只为了 SEO 排名转成让 AI 信任并且引用你的内容。在 GEO 的策略里，关键并不是谁写的更多，而是谁能提供我最接近决策的答案。中层与底层漏斗的内容会涵盖了比较、使用情境、专家建议跟真实案例，能精准对应买家的高意图搜寻。这不仅是提升 AI 的引用率，而是让流量可以真正转化为业绩的核心命名。简单来说 ，GEO 是 AI 跟 SEO 的结合产物，两者是互补，并不是对立。正确结合才能让 AI 的内容引用跟搜寻排名达到双赢的程度。最后给你一个小任务，打开 ChatGPT 或是 Gemini， 问一个你生意上最在乎的问题，例如说推荐的台中意式餐厅。接着你再去 Google 搜寻同样的问题，去比较一下 Google 的搜寻跟 AI 的搜寻结果，看看两边差在哪里，你的竞争对手或是你有没有被提及。最后，不要忘了订阅我们 HubSpot 台湾的频道，我会带来更多网络行销的知识跟大家分享。我是以望，我们下次见。